沈清一，你凭什么收回专利？公司是我的，项目是我的，这一切都是我的。我给你的才是你的，我没给，你连一行代码都碰不了。我是你未婚夫，你不能这么对我。我隐姓埋名3年，拼下半个智慧城市的版图，换来的却是母亲被赶出家门，父亲遗稿险些被毁。今天，我将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忘恩负义，会一个个的清算。沈清一同志，历时3年，青城项目正式通过国家级验收，经委员会决议授予您科技进步奖1等奖。回京后将为您举办正式表彰大会。程专员，我有一个请求，所有专利和署名都记在晨星科技，记在江承泽名下。他是我的未婚夫，我想给他一个惊喜。你呀，总是这么为他着想。行，回京后就走流程。庆功宴你真不来，全市的科创企业都等着见见你这位霓凰大神。不了，我先回江州看我妈，等文件下来再公开也不迟。我妈先天性语言障碍，身子骨也一直不好。我走之前托付未婚夫江承泽照看她，3年没见，也不知道她现在好不好。还有爸临终前留下那本算法遗稿，我答应过要把它做成公益医疗项目。这次回去正好腾出手做这件事，也能了了我爸的遗愿。姐，庆功宴那边都安排好了，您真不过来？我先去看我妈，庆功宴你们去就行。老哑巴，说了多少遍，这房子是公司给温总监准备的，你站着不走算怎么回事？什么你家的？你那个跟老外跑了的女儿早不管你了，再不走，连你这破烂一起扔垃圾桶。你敢动一下试试？沈清你，你不是跟别人跑了吗？回来干什么？妈，别怕，我回来了。沈浩，当年你靠着我资助你读完大学，还安插你进晨星实习，我不过3年没回家，你就敢把我妈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谁给你的胆子？江承泽吗？什么你的房子？这是公司的，现在公司是温总监当家，你早就不是晨星的人了，有什么资格让他住公司的房子？赶紧带着老哑巴滚，别在这碍眼！温总监，看在这3年我不在，江承泽的管理出了不少纰漏，区区一个总监都敢在他眼皮子底下霸占我妈的房子了。你干什么？温总监说了，这房子不许任何人进。滚，让他自己过来跟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妈？爸的书房怎么成了奢侈品展示间？咱们家的全家福还有我的奖状，全被扔在地上。妈，我走了3年，他们就让你睡在这儿。没事没事的，我住阳台也行，你别生气。爸临终之前在病床上亲手写的手稿呢，被他们拿走卖掉了，我拦不住。他们把我爸的手稿卖掉了。妈，对不起，我回来晚，所有东西我会一样一样拿回来。别去了，他们人多，你斗不过他。3年前，江承泽跪在我爸病床前，说要照顾我妈，说要完成公益算法。可现在公寓被人占了，手稿被人卖了，难道这一切他都不知情？可万一这一切都是他干的呢？我必须当面问他，是人是鬼，总要亲眼看清楚。您好，请问有预约吗？我找江承泽。江总也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见的，你哪位啊？沈清你，3年前卷款跑路那个，还有脸回来找江总？赶紧走，不然我叫保安了。我再说一遍，我要见江承泽。保安，有人硬闯！不想死的都给我让开！等把剩下的这半本稿子卖给恒威集团，B轮融资就能落地，到时候我就是技术副总监。沈清妮代码写的再牛有什么用？陈星早就没有他的位置了。我的位置，你坐不起。沈清怡，这里是公司核心研发区，外人禁止入内。把东西交出来。什么东西？
这是陈星内部资料，跟你没关。这是我父亲沈燕秋的算法手稿，什么时候成了你们公司的资料？最后警告你，拿出来。我当是谁呢？这么大动静，原来是消失3年的沈姐回来了。外面混不下去，想回来讨饭了。可惜啊，陈星不养闲人。你是谁？我是江承泽的未婚妻，陈星的二股东温若瑶。沈青衣是吧？我听说过你，一个卷款消失3年的弃妇。该不会还以为这个公司还姓沈吧？温若瑶，沈浩说的温总监。陈星什么时候变成你的公司了？陈星这3年全靠我温家注资几千万支撑。你当年一走了之，除了留下一个哑巴拖累，还做了什么？哦，对了，你妈住着的那套公寓现在是公司分给我的，赶紧带她走，不然别怪我不客气。第一，那套公寓是我卖老宅给我妈买的养老房，是你鸠占鹊巢，该滚的是你。第二，把我爸的完整手稿交出来，否则后果自负。手稿我已经卖给恒威集团了，100万，承泽哥哥亲手签的字。什么？江承泽把我爸的毕生心血卖了，他怎么敢？放开温总监，等江总回来有你好受。不就是一堆废纸？用这堆破纸就能拿到恒威的投资，到时候陈星就能上市，你懂什么？这个项目如果能落地，普通人去医院看病就能直接在手机上操作，不用家属再带着病人来回折腾。那是我爸躺在病床上一笔一笔写出来的，留给基层公益医疗的算法。现在100万就被你们变卖了。公益？沈青衣，你疯了吧？这种好东西你竟然想拿去做公益项目，不能变现的技术毫无价值。承泽哥哥比你聪明，他知道这本手稿能换什么。江承泽答应过我爸，他不可能同意。男人的承诺，你还信这个？承泽哥哥现在要的是前程，恒威给他的是资源，是上市的梯子。一本手稿能换恒威的合作，他求之不得呢。3年前临别他许下诺言，说等我回来就把手稿落地。不可能，江承泽不是这样的人，一定是温若瑶从中挑唆。叫江承泽过来，我当面问他。承泽哥哥正在陪同我爸接待科创领导洽谈青城项目，没空见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人。江总马上要当选科创协会副会长，如今江州顶级新贵，你算什么东西？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谁在我的公司闹事？我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丧门星回来了。怎么着？你傍上的男人破产了？想起我儿子了？江阿姨，当年不是你求我去海外做国家保密项目吗？怎么忘了？伯父您放心，我一定照顾青妮与阿姨，守住公司，完成您的公益算法心愿。青妮，好孩子，阿姨知道你有本事，你认识的人多，你就帮帮承泽吧。你要是不帮他，陈星就完了。阿姨，您快起来，这是干什么？青妮，现在只有你能帮承泽了。承泽说上面有个海外的保密项目，只要成了就能拿下政府注资。你要是能去，陈星就有救了。你放心，你走了之后，我把你妈当亲姐姐伺候，绝不让她受半分委屈。阿姨，快起来！青妮，我知道这太委屈你了，可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等你回来，等公司这次难关过去，我们就结婚，把伯父的算法落地，给他老人家一个交代。他都走了3年了，当年的事情谁还记得？你胡说什么？当年分明是你嫌弃承泽公司快不行了，跟人跑了。如今他发达了，你又回来攀高枝，我告诉你，门都没有。阿姨说的对，他刚才还硬闯公司，把温总监手腕都掐青了。您可来了，快好好收拾收拾他。好你个沈青妮，走了3年不安生，一回来就欺负我的准儿媳。若瑶是我们江家贵人，没有她就没有陈星今日。当年陈星濒临破产，是我变卖老宅注资，没有我，哪来的陈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之前是江承泽未婚妻，付出本就理所应当。阿姨，您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不知道。沈姐姐肯定是在外面受了金主的委屈才回来的，我不会跟她计较的。哎呦，我的若瑶，你就是太善良了，才被这种人欺负。你放心，阿姨替你做主。今天我就让这丧门星知道，
陈星到底谁说了算？你个不守妇道的东西！今天我就替你死去的爹教训教训你！阿姨，3年前您跪在我爸病房里，攥着我的手求我帮江承泽一把。你说等回来那天，你亲自给我磕头赔罪。这些话您一件都不记得了。什么跪不跪的？我什么时候跪过你？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赶紧给我放手！果然是没规矩的东西，敢对长辈动手！你那个哑巴妈，我们养了她3年，吃我们的喝我们的，仁至义尽了。好一个仁至义尽！房子的事、手稿的事，我都会跟江承泽算清楚。现在，让他出来见我。你也配？承泽正陪同领导洽谈青城国家级项目，马上就要高升，没空理会你。就是，承泽哥哥马上就要靠这个项目一飞冲天了。说起来，还要谢谢那个什么逆皇大神呢，人家亲自赐点陈星做合作方，承泽哥哥才能有今天的机会。我亲手举荐的陈星，他们顶着我的成果风光无限，而我和我妈却被他们百般折辱。这次世会城市项目全靠霓王大神钦点，要是能当面拜见一下这位大神，抱上这条大腿，以后陈星就能平步青云了。秦总监，今天能见到您真是荣幸。您从霓王团队出来，现在又是恒威集团的技术总监，以后可要多关照小弟呀。江总客气了。秦总监，这次庆功宴怎么不见霓皇大神啊？霓皇大神另有安排，让我带他赴宴，他已经先回江州了。真的？霓皇大神已经回江州了？江总，你那位未婚妻可真是深藏不露啊！未婚妻？您是说沈清一？她也在霓皇大神的团队里？她何止是在团队里？江总何不自己回去看看？有些事亲眼见了才明白。沈清音这3年杳无音信，没想到居然是进了霓皇大神的团队。那他手里肯定有资源，有人脉，说不定这次项目能成，就是他在背后帮的忙。多谢秦霄兄弟提醒，我这就回去看看。是呗是呗。承泽，你去哪儿啊？哦，我家里有点急事儿，先回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先哄好沈清，等摸清他手里的资源，以后有的是好处。至于若瑶这边，沈清怡如果真的是霓皇大神的人，那温家这点资源就不重要了。快，开快点，回公司。江总，最快也得20分钟。10分钟必须到公司。还好我这3年怕事情闹大，没把他妈赶出去。等会儿见了沈清溪，先服个软，哄她开心。让江承泽回来见我。沈清怡，我给你脸了是不是？保安，保安呢？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拖出去！反了，反了！今天江承泽不回来，你们谁都动不了我。这是总控所，只有霓皇大神才有解锁权限的总控所。立刻让江承泽滚过来见我。你搞的鬼！你敢黑我们公司的系统？这系统本来就是我写的，我锁我自己写的东西，有问题吗？不可能，这是公司最高级别的安全锁，一旦触发，所有核心数据都会进入加密状态，连技术部都解不开。总控权限只有霓皇大神才有，你怎么可能会有？反了天了！你个疯女人，敢砸我们公司的场子！保安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到派出所去！怕什么？他就是装神弄鬼，你们2个一起上，把他按住，出了事我负责。我不想动手，但你们要是再得寸进尺，就别怪我不客气。你还敢动手打人？我告诉你，你这是寻衅滋事，是犯法的。等陈波回来，让他告你，让你坐牢。对，去把那个老哑巴给我带过来，我就不信他连他妈的死活都不顾了。你们敢动我妈一下试试？动了又怎么了？沈浩，去
把那个老哑巴拎过来。好嘞。妈，你怎么样？我刚走到门口，就看见这老哑巴被保安拦在大堂。对不起，我女儿不懂事，你们别怪她。我们这就走。老哑巴，你来的正好，赶紧劝劝你这个好女儿，让她别在这儿撒野，不然我们就报警，让她去坐牢。青姨，你回来了。青姨，你可算回来了，我想死你了。还有阿姨，都还好吧？这是怎么了？怎么乱成这样？承泽哥哥，你可回来了！都不知道，青妮姐她一回来就大闹公司，黑了我们的系统，还动手打了伯母和我，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承泽啊，你可回来了！这个疯女人回来就撒野，还有那个老哑巴也跟着添乱，你快好好管管她！胡说什么？青衣不是那种人，肯定是你们误会了。还有阿姨，她老人家那么老实，怎么会欺负人？青月，这3年辛苦你了。我知道你在外面受委屈了，都是我不好，没照顾好阿姨。江承泽，我问你，公寓被占，我爸手稿被卖，还有他们说我私奔欺负我妈这些事，你知情吗？什么？还有这种事？谁干的？青雨，你相信我，这3年我一直在忙着打理公司，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儿。妈，若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们好好照顾阿姨吗？还有伯父的手稿，我不是说过要好好留着吗？承泽哥哥，你不知道？那好，我给你时间，把事情查清楚，给我和我妈一个交代。还有，把我爸的手稿从恒威集团拿回来。好，好，好，都听你的。你放心，我一定查清楚，把手稿拿回来，给你和阿姨赔罪。承泽哥哥怎么了？为什么对这个贱人这么殷切？难道这3年承泽哥哥从来没有放下过他？想要手稿，可以啊。你想干什么？本来今天就要把这半本交给恒维的，但这也算你爸留的最后一点念想。沈青妮，你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保证以后不再缠着承泽哥哥，解除和他的婚约，我就还给你。对，沈青妮，解除婚约，跪下道歉，我们就把这破东西还给你。温若瑶，你闹够了，赶紧把手稿给我。我偏不。江承泽，你是不是还没忘了他？想跟他履行婚约，你做梦！沈清言，赶紧给我跪下！我数3声，你不跪我就撕了他。3、2、1。胡闹！沈伯父的手稿也是你们能拿来要挟人的。沈浩，不是让你保管好吗？沈青衣，你爸活着的时候只认你一个，你走了3年，公司、手稿、房子全是我在打理，凭什么你一回来我就得挨打？我替你们沈家当牛做马3年，也该轮到我分一口了。江承泽，你干什么？还给我！这是沈伯父的遗物，青衣是我的未婚妻，阿姨就是我的长辈，你们怎么能这样对他们？清明，对不起，是我没管好他们，让你和阿姨受委屈了。你放心，剩下的手稿我一定想办法从恒威集团1分拿回来。清明，你这一巴掌是替我妈打的。你答应过我爸照顾他，却让他被人赶出家门，受这么大委屈。清明，我真的不知情，都是他们阳奉阴违。这一巴掌是替我爸打的，手稿被卖你也不知情。江承泽，这3年你就是这么守好公司、照顾好我妈的。整个公司的人都默认温若瑶是你的未婚妻，你妈当着我的面叫她儿媳，你总不能说这你也不知情。我真的不知道，都是他自作主张。承泽哥哥，你在说什么？沈清妮，你凭什么打我儿子？住嘴！清溪，我管教不严，是我的错，你别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当。你刚回来，肯定累了。我先安排你和阿姨住最好的酒店，有什么事儿，我慢慢跟你解释，好不好？好你个沈清王，等我摸清你手里的资源，再慢慢收拾你。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青衣和阿姨道歉！我道歉没听见吗？青妮，你看他们都道歉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好不好？算了，江承泽，你觉得他们低个头就能抹平所有事吗？青叶，我知道你受了委屈，心里有气，你想怎么罚我都行，别气坏了自己。对了，这3年你在海外团队肯定认识不少大人物吧？这次智慧城市项目，霓虹大神钦点我们公司，是不是你在背后帮的忙？我就是团队里一个普通技术员，哪有那么大本事？项目是宁鸾大神定的，跟我没关系。普通技术员？那你跟霓凰大神熟吗？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原来承泽哥哥是为了沈清音的资源，我还以为他真的放不下沈清。引荐不了，我级别不够，见不到他。那这次项目结束，你能拿到多少奖金？还有，你手里有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专利之类的？承泽哥哥，你还问什么呀？你看他这一身打扮，灰头土脸的，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像是拿了奖金的样子吗？就是，他就是个穷酸蜜。要是真有本事，能穿成这样回来，连个礼物都没带，空着手就回来了，还带个累赘。他怎么可能认识霓凰大神？肯定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回来骗吃骗喝。难道他真的只是个小技术员，根本没什么资源？那我刚才岂不是白演戏了，还得罪了若瑶？沈青年，你跟我说实话，这3年你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怎么，刚才还一口一个青年，现在听说我没资源，就立刻翻脸了？是又怎么样？沈青衣，我告诉你，我如今得了青衣大神的青眼，现在的你根本配不上我，咱们的婚约就此解除。忘恩负义的狗东西！看什么看？我说错了，这3年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就流落街头了。我告诉你，以后陈星的一切都跟你没关系。还有，公寓是公司的资产，我已经送给若瑶了，赶紧带着你妈滚出去，别在这儿碍眼。很好，江承泽，你记住今天说的话，陈星是我一手建起来的，我能给你的，也能亲手收回。很快，你们就会求着我回来。妈，早点休息。我们回老家。妈，我们不回老家。陈星是我爸的心血，是我拼了3年打下来的江山，不能就这么便宜了那群白眼狼。您放心，我有分寸，不会让自己出事的。带核心团队回国，江州该变天了。总算把那个丧门星赶走了，以后陈星就是咱们说了算了。若瑶啊，以后你就是名正言顺的江太太了。还不是承泽哥哥有本事，那个沈清妮也不掂量掂量自己，还敢回来抢东西，真是自不量力。就是，有温总监和江总在，陈星肯定能上市。话是这么说，但今天他触发总控所的事，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他怎么会有最高权限？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最高权限所他当初也参与设计了，肯定是当时留了个漏洞。放心吧，技术部已经在排查了，很快就能修好，翻不起什么大浪。江总，不好了，公司核心系统大面积的崩溃，智慧城市项目的演示数据全乱了，明天就要给科创委做汇报了。什么？怎么回事？我们排查了3个小时，发现底层架构里有17层件套加密协议，每一层都需要原始密钥才能解锁。除了最初的系统架构师，没人能解开。怎么会这样？沈清一，一定是沈清一搞的鬼！秦总监，你能力强，顾总派你来查看，你仔细检查一下这到底能不能修好。上午9点就要给科创委汇报了，这要是搞砸了，智慧城市项目就黄了。江总，这是底层逻辑被人动了手脚，对方对代码了如指掌，每一个漏洞都卡在关键节点上，硬修的话至少要3天。3天？怎么可能？肯定是沈清一那个贱人故意报复我们。对，肯定是他故意的，我们报警抓他。报警有什么用？没有证据。
再说了，传出去陈星连自己的系统都守不住，以后还怎么在圈里混？打电话，开个价，让他把系统修好。承泽哥哥，凭什么给他钱啊？项目黄了，我们损失的是几个亿，这点钱算什么？先稳住他，等项目过了，再慢慢收拾他。沈清音，是不是你搞的鬼？我告诉你，赶紧把系统修好，不然我们对你不客气。不客气？怎么客气？报警抓我，还是再把我妈赶出去？青音，我知道是我不对，你先把系统修好，有什么条件我们好谈。钱不是问题，你开个价。张承泽，你觉得我缺你那点钱？那你想怎么样？很简单，第一，把人才公寓还给我妈，并且公开道歉；第二，把我爸的手稿从恒威集团拿回来。做到这2点，系统我自然会修好。那就没得谈了。对了，提醒你们一句，下午6点，系统会触发第2次崩溃，到时候所有数据都会永久删除，你们好自为之。江总，要不我去见见他？我跟了他3年，或许能劝劝他。对，秦总监，你去跟他谈，不管他要什么，先答应下来，一定要把系统保住。姐，听说你这几个月都在晨星工作，江承泽让你来的。姐，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晨星是你多年的心血，真搞砸了，可惜的是你自己的成果。你什么时候回国的？项目验收完，比你早半个月。那你在晨星也待了半个月了。那你进晨星第1天，看到我妈不在人才公寓，你没想过问我一句？你看到我爸的手稿挂在恒威的收购清单上，你没想过告诉我一声？姐，秦霄，这3年你在海外，你跟我是一个实验室出来的，你比别人都清楚我为什么走的。姐，我以为你回来之前这些事儿会有人处理，我刚到晨星，人生地不熟，我不知道该找谁。你不知道该找谁？你手机里存着我的号码，你进晨星第1天，前台就能查到我妈的地址。你不知道该找谁，秦霄，你只是不想找。姐，我知道错了。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回来。江承泽就是个草包，根本不懂技术，晨星早晚会毁在他手里。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带着技术部的兄弟倒戈，帮你把公司拿回来。哦，你真的愿意帮我？当然，姐，我从来都是跟着你的。江承泽给我的许诺都是虚的，只有你才是真正的技术大神。只要你回来，我以后还跟着你干。好，我信你一次。晚上6点之前，被江承泽卖出去的上半册手稿拿回来，把人才公寓收拾干净，让我妈住进去。做到了，系统我就修好。真的？姐，你放心，我肯定办好。想在我面前玩2面3刀，秦霄，你还太嫩了呢。江总，沈清妮态度很强硬，不过她松口了，只要东西到位，就立刻修系统。公寓给她也就算了，手稿在恒威集团手里，怎么拿回来？那可是100万卖出去的。不行，公寓也不能给，那是我看上的房子，凭什么给他？就是，房子给了他，以后他更有理由缠着你了。可是江总，下午6点，系统就2次崩溃了。项目数据要是没了，智慧城市项目就黄了，到时候恒威集团的投资也得黄。行，你告诉沈清，公寓先还给他，等系统修好，手稿我再送回去。要是陈星倒了，他这辈子都别想见到手稿。承泽哥哥，行了，别吵了，项目要紧，等过了这关，温若阳，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们母女。姐，公寓收拾好了，剩下的半册手稿还在恒威集团那边，暂时拿不回来，但江总正在想办法。江总说，要是陈星倒了，手稿谁也别想拿回来。威胁我？没有姐，不过江总说的也是实话，你看能不能先把陈星的系统修好？告诉江承泽，半小时后系统会自动恢复，剩下的半本手稿3天之内必须给。好，我这就转告江总。妈，他们欠我们的，还有您受的委屈，我都要一一讨回来。好了，系统恢复了。沈清一啊，沈清，你还真以为我会乖乖把手稿给你，等项目验收完？
我让你知道跟我作对的下场。承泽哥哥，等陈星成功上市了，你一定要把那对母女从我公寓里赶出去。老大，我们已经订好机票了，明天就到江州。工作室的地址我已经看好了，就在陈星对面的写字楼。好，注册公司的事安排下去，名字就叫青之科技。另外，把智慧城市项目的备用方案整理出来，我有用。明白，老大，咱们真要跟陈星对着干啊！他们背后有恒威集团和温局长，不好惹。不好惹，我倒要看看是他们的后台艺还是我的技术。江承泽抢了我的壳子，却抢不走我的核心。智慧城市项目，他拿不住。对了，去查一下恒威集团收购我爸手稿的目的。顾松那个人，从来不会做亏本买卖。他花几千万给陈星融资，就为了买下那半本工艺算法手稿，肯定另有图谋。收到，我马上查。江承泽，别以为系统恢复就没事了，我留的后手才刚刚开始。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们晨星科技的智慧城市方案采用了最先进的 AI 算力框架，能够实现全程数据实时联动。等等，这个交通数据不对啊，跟实际路况误差超过了30%，还有医疗板块的数据怎么跟有关部门的对接不上？小问题，演示版本的数据对接有点延迟，技术团队马上调整。江总，这就是你们说的成熟方案，这种数据精度怎么落地运营？程专员，这是意外，平时都好好的，肯定是有人恶意破坏。哦，是吗？江总，系统是昨天刚修好的，怎么今天就出问题？总不会是我修的时候动了手脚吧？沈清妮，你怎么进来的？科创委公开的旁听名额，我为什么不能来？各位专家，这套系统的底层算法本身就存在3个逻辑漏洞，一旦接入真实数据，就会出现误差，不是演示出了问题，是方案本身就不合格。这位小姐，你对这套系统很熟悉？略懂而已。沈清妮，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你懂什么技术？赶紧出去！我不懂。那江总倒是说说，这套系统的核心算力公式是什么？底层架构用的是哪套逻辑？江总，你作为项目负责人，不会连核心公式都不知道吧？我主要负责统筹，技术细节都是技术部负责。统筹？3年前你连 Python 都写不利索，3年后你连自己公司核心技术都看不懂，就敢来拿国家级项目？江承泽，你是来搞技术的，还是来搞笑的？各位专家，这套方案有3个致命漏洞：交通调度模块的数据交叉逻辑错误，医疗联动端口对接不上卫计委的实时接口，安防预警的响应温标设得过高，真出了事，警报响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按照这个思路调整，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对，就是这个思路。我说之前总觉得哪里不对，原来是底层的冗余议政做反了。小姑娘年纪不大，技术功底倒是很深啊。江总，既然方案存在这么大问题，这次会先到这，给你们3天时间整改，3天后重新评审，如果还是达不到标准，项目合作就取消。沈清音，你故意的，你是故意来看我笑话的。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江承泽，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握不住。妈，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我们了。平安就好。爸，您放心，您的心血，我不会让它落入小人手里。公益医疗项目，我一定会帮您实现。清约，有空聊聊智慧城市项目吗？好。不用了，他喝温水。程专员连我喝什么都还记得。你之前在团队一喝咖啡就吐。这是什么？沈清云同志，你之前说要把智慧城市的专利放在他名下，让陈星去落实这个项目。我当时没拦你，因为那是你的技术，你的决定，我没立场替你做主。所以程专员今天找我来是想说什么？昨天汇报会上，你当众指出晨星方案有3个致命漏洞，这个项目如果真交给他们去做，运营必出事故，损失的是1城老百姓的生活。可智慧城市的专利权在江承泽名下，我现在也没办法插手。
我有个办法，重新竞标。这是项目合同里的补充条款，执行方方案出现重大技术缺陷时，项目方有权启动第三方评审，重新遴选合作单位。条款我已经让法务标注好了，程序完全合规。好，3天后我会带着我的青之科技的方案参加。沈清一那个贱人，他就是故意来砸场子的。3天后要是整改不好，项目就黄了。承泽哥哥，你先冷静，他不过是运气好，发现了几个漏洞。就是江总，您消消气，咱们不是还有3天吗？3天时间肯定能搞定。闭嘴！3天前你也说能搞定，现在呢？那个贱人拿着笔当场写公式打我的脸。江总，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沈清你好像对项目很上心，他不会是想把项目抢走了？听说他和一个海外团队重新开了一家科技公司。什么海外团队？回国一点动静都没有，肯定不是什么厉害的。一个初创公司还想跟我们陈星抢？做梦吧！不行，不能坐以待毙。秦总监，你带着技术部必须把漏洞补上。另外，去查一下沈清一最近在干什么，还有他那个海外团队什么来头。好，沈清一，你想跟我斗我奉陪到底，江州的科技权还轮不到你说了算。老大，所有设备都调试好了。备用方案我们已经优化了3个版本，随便拿出一版都能把陈星的方案按在地上摩擦。辛苦大家了。3天后的评审会是我们青之的第1站，赢了我们就能在江州站稳脚跟。放心吧，老大，我们肯定赢。这次的方案重点优化民生板块，尤其是我爸手稿里的 AI 医疗公益码加地。明白，老大，沈教授的手稿真的太牛了，这套算法要是落地，能救多少人啊！可惜被恒威集团抢走了版本。我爸的公益手稿绝不能被别人变成盈利产品，赚病人的钱。早晚我会把半本手稿从顾松手里拿回来。沈总，陈星那边传来消息，温若瑶动用了他父亲的关系，在评审团里安插了人，想暗中给我们使绊子。凭江承泽那半吊子水平，他就是再安插10个人都没用。下周把我们方案的核心数据做3层加密，再放一套假方案出去。老大，你是想……江承泽不是喜欢偷我的东西吗？这次我给他准备一份会爆炸的礼物。秦总监，这真的是沈清妮的新方案？当然，我从他工作室的内线里传出来的，绝对没错。他想靠这套方案抢项目，做梦。那我们赶紧把核心技术抄过来，加到我们的方案里。到时候评审会上，他的方案跟我们的一样，我们就反咬他抄袭。我还要在他的核心模块里嵌2条死循环。评审会上，只要他演示到关键数据，系统就会当场崩溃。我跟着他写了3年代码，他连个核心专利的署名都不肯给我。这次，他终于落到我手里了。沈清妮，别怪我，既然你不肯给我署名权，我就自己拿。有些人啊，不自量力，开个破工作室也敢来抢国家级项目。等会儿评审结果出来，脸往哪搁？等会儿有他哭的。请晨星科技上台演示。各位评审老师，我们晨星的优化方案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了3大核心模块，尤其是 AI 医疗板块，绝对是行业顶尖水平。晨星的方案确实不错，进步很大，尤其是医疗板块。这个算法思路很新颖，谢谢各位老师认可。接下来有请青之科技上台演示。秦霄，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让他出丑吗？不可能。我解码的确实是他的加密文件，而且从他工作室传回来的。各位评审老师，下面由我来讲解青之科技的智慧城市方案。首先是我们核心的 AI 医疗公益模块。我们的方案以民生优先为核心，交通调度模块采用动态博弈算法，响应速度比现有方案提升47%。医疗板块穿入 AI 辅助诊断框架，基层误诊率可降低40%。厉害呀！这套医疗算法出来，医院治疗不及时耽误病情的问题就能解决了。这个方案比陈星的高出不止1个档次。秦霄，
你不是说偷到核心方案了吗？怎么完全不一样？我解码的确实是他的加密文件，难道什么？你被耍了？说到这套医疗算法，其实是我父亲生前的遗作，偷走卖给了别的公司。我很好奇，有些公司拿着偷来的半吊子算法，怎么好意思说是自己的原创？等等，陈星的医疗算法好像跟沈小姐说的很像啊，难道陈星是偷来的？沈清莹，你血口喷人！我们的方案是技术部日夜攻关做出来的，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是偷的？原创？那江总倒是说说，这套算法的核心迭代逻辑是什么？第7层功率节点怎么优化？江总，既然是原创，解释一下核心逻辑应该不难吧？证据，江总，这套算法的核心迭代活计需要7层算力节点逐级优化。你偷到的那份假方案里，我把第3层和第5层的参数故意写反了，你拿去抄的时候没发现吗？沈清你设局害我们！温小姐，我设局让你们偷我的东西，你们不偷，这局就成不了。怎么，偷了别人的东西还要怪施主没锁好门？各位专家，青之科技方案演示完毕。怎么办啊？方案原创性的问题，我们会后会专项核查。现在先完成评审流程，评审结果稍后公布，请双方稍后。沈清，这下你满意了吧？你让人偷我方案的时候，就该想到有今天。沈清莲，你故意放假方案引我们上钩，你太卑鄙了！秦霄，我带你入行，教你写代码，给你股份期权，你转头就把我的方案卖给我的对手，你说到底谁卑鄙？就算我们偷了又怎么样？我爸主管科技部门，这个项目我们拿定了。你一个小破公司，拿什么跟我们斗？是吗？那就试试看，你爸有没有这个能耐？青之刚成立，连个落地案例都没有，这种公司怎么能接国家级项目？我坚决反对！陈星方案都是偷的，技术能力根本不行，项目交给他3天就出事故，到时候谁担责？青之的技术指标确实扎实，每个模块都有数据支撑。各位，项目看的是方案和实力，不是公司资历。青之的方案大家都看到了，在技术指标、落地周期、成本控制、风险预案4大维度上远超陈星。既然这样，那我提议，青之科技中标，大家举手表决吧。经过评审团合议，本次世汇城市项目的最终中标方是青之科技。不可能，青之刚成立3天，凭什么？一定是你们搞错了。结果是评审团一致通过的，不会有错。程专员，这不公平！我们准备了这么久，凭什么让一个刚成立的公司截胡？江总，项目评审看的是方案和实力，不是资历和年头。沈总，恭喜，期待后续合作。合作愉快。江总，你没事吧？秦霄，想跟我玩手段，你还不够格。老大，你没看见江承泽那张脸，比吃了苍蝇还难看。我这辈子没这么解气过，就是让他们偷个假的回去当宝贝，笑死我了。大家先别高兴太早，项目中标只是开始，后面的落地执行才是关键。而且江承泽和温若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肯定还会使绊子。怕什么？老大，他们来多少，咱接多少。妈，您怎么来了？给你们做点吃的。清源，恭喜啊！刚回国就干了票大的，我也回国了，明天到江州，出来聚聚。好啊，学长，明天我请客。陆芷行，那个传说中跟您一个导师的天才学长。他回来，我们的底牌又多了一张。青泥，好久不见。学长，你怎么突然回国了？不是说要扎根海外吗？还不是因为你，听说你在江州跟人杠上了，我放心不下，就把海外的实验室搬回来一部分，过来帮你。
学长，谢谢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对了，我听说恒威集团的顾松也盯上这个项目了。据我所知，江承泽就是他扶持的傀儡。顾松还拿走了我爸的半本手稿。顾松这个人心狠手辣，唯利是图。他买你父亲的手稿，肯定是想把公益算法改成付费项目，套取医保资金。这要是成了，不知道要坑多少老百姓。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手稿我一定会拿回来。公益项目也必须按我爸的遗愿来做。恒威集团过去3年做了几笔烂账，我托人挖了点料，咱们兄妹联手，不信斗不过他一个顾松。废物，一群废物，连个项目都守不住，我养你们有什么用？怎么会这样啊？好好的项目，怎么就被那个贱人抢走了？项目没了，恒威的投资肯定也黄了。沈清妮，都是沈清妮那个贱人，不会让他得意太久的。若瑶，你去跟你爸说说，让他想想办法。他是科技部门的人，总能插上话。我爸说了，这次是评审团一致决定的，我爸买通的评委也没办法。而且程专员那边态度很强硬。程凯，他一个外来的专员，还能一手遮天了？不行，我去找顾总，顾总肯定有办法。承泽哥哥，我跟你一起去。像丢了。顾总，是沈清妮那个女人，她故意阴我。废物！我前后投了3000多万，养了你3年，你连个刚成立的小公司都咬不碎，还想上市？顾总，您别生气，那个沈清妮太狡猾了，早就设好了圈套，等我们钻。闭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一个项目都搞不定，还被人反将一军。顾总，这事儿怨我，是我解码失误，没认出他那份是假方案。哦，那你说说该怎么办？方案是假的，但思路是真的。我解码过程中记住了他假方案里的架构逻辑。顾总，秦总监说的对，我们还有机会。顾总，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项目抢回来。那个沈清一就是个没背景的技术柴，好对付。陆之行，国际顶尖的专家，亲自从海外搬实验室回来给他站台。程凯更是当着全场评委的面跟他握手。你以为他是软柿子？陆之行，那个国际 AI 圈排前3的陆之行。不然你以为青之的方案为什么能碾压你们？江承泽，我告诉你，项目我可以帮你抢回来，但你要是再没用，就别怪我不客气。顾总，你有办法？简单，项目落地需要场地、资质、审批，哪一样不得经过地方部？对呀，我爸管着审批和场地，只要卡着不批，他项目再好也没用。他不是想做公益医疗吗？让他做不成。去，把所有合作的医院都打声招呼，谁敢跟青之合作，恒威将直接停止跟他们的所有合作。好，我马上去办。顾总您放心，这次一定让您满意。老大，不好了，科技部门那边说我们的落地资质有问题，审批暂停了，还有我们联系的几家试点医院全都反悔了，说不跟我们合作了。江承泽那个蠢货可没有这种人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顾松的手笔。太过分了，这不是耍无赖吗？他卡审批卡医院，不过想逼我们低头，但他忘了项目是国家级的，不是他一个地方企业就能一手遮天的。学长，你之前说手里有恒威的黑料，是关于医疗板块的吗？是，恒威旗下的医疗器械公司常年吃回扣，还篡改过17家医院的临床数据，坑了不少医院和患者。好，既然他想玩阴的，那我们就陪他玩到底。你把资料整理一下，我们给管理部部门送份大礼。没问题。敢招惹我，就要想好后果。沈总，不是我们不给你办，上面说了，贵公司资质不全，审批得暂缓。国家科创委的中标文件、营业执照、业税证明、法人资质，该有的材料我都有。你告诉我，缺哪一项？哟，这不是青之的沈总吗？亲自来办审批啊？既然您在，正好我想问问，我们的审批到底卡在哪里？沈总，项目审批是按流程来的，急不得。
你们公司刚成立，很多手续都不完善，再等等吧。少则半个月，多则3个月，总会批下来的。3个月，社会城市项目工期紧张，延误1天损失上百万，这个责任是你担还是顾算担？那是你们公司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谁让你们本事不够，连资质都办不齐全呢？温振海，你确定不批？批不了，有本事你找程专人去啊！我倒要看看是他的嘴管用，还是我的章管用。小丫头片子还想跟我斗，在江州我说了算。这些内部交易流水你们怎么拿到的？我们长期关注恒威集团的医疗业务，这批数据包含了5年内17家医院的设备采购回扣明细，还有温振海作为科技部门主管，长期为恒威违规审批场地的记录。好，材料我们收下了，会立刻展开调查。如果属实，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青泥，这一招敲山震虎，够顾松喝一壶的了。只是开胃菜而已，他想玩，我就陪他慢慢玩。对了，学长，医院那边你有没有别的渠道？有，我认识几家私立医院的院长，还有几个医学院的老教授。公立的被卡了，我们可以先从私立和基层诊所入手，一样能落地。好，那就先做试点，打出名声来。我就不信顾松能一手遮天。沈清怡还想跟我们斗，现在审批被卡，医院也没人敢跟他合作。我看他的项目怎么落地。还是我爸和顾总有办法。沈清怡那个破工作室也配跟恒维斗？就是，用不了多久，他那小破公司就得倒闭，到时候项目还得回到我们手里。等着吧，用不了1个星期，沈清怡就得乖乖过来求我。到时候我要让他跪着跟我道歉，还要把所有技术都交出来。程泽哥哥，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能心软让他回来。回来？他也配？等拿到他的技术，我就把他母女俩赶出江州，让他们永远翻不了身。什么？爸，怎么会这样？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有人举报我爸吃回扣，举报材料连银行流水都有，顾总那边也被查了。什么？沈清怡，一定是沈清怡这个贱人！老大，好消息，恒威集团的医疗子公司被查了，网上都传开了。顾松估计现在正焦头烂额呢，他想卡我们，先管好自己吧。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审批应该很快就会下来了。沈总您好，您公司的审批已经通过了，随时可以过来取手续。太好了，老大，你太神了！别高兴太早，顾松吃了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接下来的项目落地才是真正的考验。学长，医院那边的试点尽快启动，我们要用效果说话。放心吧，都安排好了，下周就能试运行。这么快就出结果了，跟大医院医生说的一样，太方便了。是啊，我们年纪大了，去大医院排队太费劲，这下好了，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沈总，这套系统太实用了，只需要输入症状，系统就能快速给出初步诊断和用药建议，还能直接对接大医院挂号。能帮到大家就好。后续我们还会优化，增加远程会诊功能，大医院的专家能直接对接基层患者，真正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好病。青妮，沈教授的心愿，你今天替他实现了第一步。这只是开始，我要让这套系统覆盖全国，让所有人都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沈总您好，我们是江州日报的，听说你们的 AI 医疗公益系统落地社区效果特别好，想采访一下您。可以，这是青之科技公益医疗模块的首个试点，欢迎大家体验监督。混账！谁让他落地的？不是让所有医院都不准跟他合作吗？顾总，他没找大医院，找的是市区小诊所。你们是干什么去的？现在好，他靠着公益系统赚足了名声，审批也过了，项目马上就能全面落地了。顾总，那现在怎么办？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他不是想做公益吗？我就让他做不成。去，找几个人去诊所闹事，就说系统误诊治坏了人，我要让他的系统名声扫地。好，我马上去安排。还有，项目工地那边也找人去捣乱。施工许可证虽然批了，但我可以找人让他开不了工。明白，顾总您放心。沈清怡跟我斗，我有的是办法玩死你。医生啊，出来！
你们的破系统误诊把我爸治坏了，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你先别着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爸昨天用你们的 AI 系统看病，开了药，今天就晕过去了，肯定是你们系统误诊，开错药了。我告诉你们，今天不赔100万，我们就不走了。这位先生，先别激动，如果真是系统的问题，我们全权负责。但能不能先让我看看老人的情况，还有昨天的诊断记录？你是谁？我是青之科技的负责人沈青衣。负责人来了，正好赔钱，不然我就去告你们。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查一下就知道了。我们的系统所有诊断都有记录，而且老人现在这个样子，应该先送医院。真要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绝不退缩。少来这套，你们肯定想销毁证据。今天不赔钱，说什么都没用。保安，报警，再叫救护车送去3院做全身体检。要是真的误诊，我们赔；要是装的，就按敲诈勒索处理。你吓唬谁呢？我爸都这样了，怕什么？是吗？报警就报警，谁怕谁？我现在就报。我记得聚众闹事、敲诈勒索要判多久来？哥，敲诈勒索加损坏财物，3年起步啊！那个误会都是误会，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站住！砸了东西就想走？你还想怎么样？说清楚，是谁派你们来的？否则，你们一个都别想跑。凭什么？没人派我们来，我们就是自己来的。不说，那就报警，一查就清楚了。敲诈勒索加故意损坏财物，够你们蹲几年了。大哥，要不我们招了吧？是江总给我们钱让我们来的。闭嘴！江总，江承泽是又怎么样？江总说了，给我们10万块，让我们搞臭你们的系统。想跑，执法队马上就到，等着接受处理吧。江承泽这招也太下作了，下作的还在后面，工地那边估计也快出事了。学长，你去工地盯着，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手段。工地那边摆平了，诊所的事也解决了，江承泽这2招都没奏效，估计顾松又要想新招了。接下来是项目最关键的阶段，我们必须盯紧。对了，学长，恒维那边的调查怎么样了？温振海被停职调查，恒维的医疗子公司也被查封。顾松现在自顾不暇，估计短时间内没精力找我们麻烦。正好，我们趁这个机会加快项目落地，等系统全面上线，站稳了脚跟，他再想动我们就难了。放心吧，都安排好了。对了，青妮，下周有个行业峰会，顾松也会参加，我们要不要去？去，当然要去。我还想当着全行业的面，好好会会这位顾总呢。顾总，您等会儿的压轴演讲，我们都盼了好久了。整个江州科技圈，也就您配站那个台。青芝那边来人了吗？来了又怎么样？一个刚成立的小公司，也配跟您同台？估计就是来蹭热度的。沈总，久仰久仰，青芝的 AI 医疗系统太厉害了。沈总年轻有为啊，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合作。这个贱人，走到哪儿都出风头。别急，等会儿有的是机会让他难看。顾总，恒维集团是行业龙头，您怎么看待 AI 医疗的商业化发展？AI 医疗的核心是技术变现，企业要盈利才能持续投入研发，公益是走不远的。只有商业化才能推动行业进步。可惜啊，有些初创公司连商业模式都没跑通，就打着公益的旗号到处博眼球，这种模式不过是昙花一现。沈总，青芝的 AI 医疗公益系统口碑很好，您怎么看待公益和商业化的关系？我不认同顾总的观点，技术的本质是服务于人。AI 医疗的初衷是让更多人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而不是资本敛财的工具。至于可持续性，青芝有其他业务板块盈利反足公益，不像有些公司靠吃医疗回扣、篡改数据赚钱，那种钱赚得亏心。篡改数据？沈总这话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顾总急什么？我说的是某些公司，又没说恒维。怎么，顾总自己对号入座了？沈总，青
青之下一步有什么计划？你们两个，跟我上车！沈清霓当着全行业的面点我恒维的医疗回扣，这个丫头片子是打算拿我季琦来立她的威。顾总，我爸已经被停职调查了，家里电话被打爆，我妈在家哭了一天，都是沈清霓害的，是她举报的我爸。顾总，现在怎么办？审批被他过了，诊所闹事没成，工地也复工了，我们现在就像四面被围，连个突破口都找不到。突破口？哼哼，他不过是仗着陆之行和陈凯两条大腿。你们给我记住，大蛇要他最得意的是什么？是技术，那就从技术上狠狠踩他一脚。我要他身败名裂。他不是标榜数据干净吗？那就让他最得意的系统长出几笔伪造的录入记录。顾总，我想到一步，或许可以帮我们。沈清霓读博士的同门师弟周子恒。周子恒，他在学术界一直活在被沈清霓压制的阴影里。我们当年同一个实验室，沈清霓是导师的亲传弟子，核心资源、论文遗作、国际奖项全是他的。好像有点印象。3年前德国那个工业智能论坛上，他拿了一篇底层架构优化的论文，国际评审给了高分，但最后最佳论文奖还是落在沈清霓手上。周子恒的技术实力其实不比他差太多，但每次都差最后一步，被沈清南截胡。那篇论文我翻过，技术底子确实硬，就是缺了点锋芒。你是说，他也恨他？恨，他是想让他输一次，证明自己比他强。这些年他一直闷头搞底层算法，在德国一个研究所做架构，技术底盘非常扎实。如果把他请回来，我们就能从技术层面上跟沈清霓正面较量。他能跟陆之行对抗？周子恒是底层架构出身，沈清霓的算法逻辑他最熟悉。当年他能逼着你指出他代码的漏洞。顾总，要是能说动他出手，青之的技术壁就有缝可钻。请他，告诉他，恒维给他建一个独立实验室，预算上不封顶。秦少刚离开峰会，就往南方打了个电话，你猜打给谁？周子恒。周子恒，有意思。你就不担心？他可是最熟你那套底层逻辑的人，而且当年处处被你压一头，估计早就想对付你了。他熟的是我3年前的逻辑，这3年来我前后重构了2版架构，新增的冗余验证和动态加密层他从没接触过。周博士，久仰。顾总客气，秦霄跟我说了大概意思，我想确认几件事。您说。第一，我要独立的技术决策权。第二，我的研究成果不以恒维现有体系为框架，我另起一套。第三，你们对付沈清霓，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但技术层面由我来正面击溃他。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赢他？我在德国3年，做的课题就是他博士论文的延伸方向。他那一整套逻辑，我比他自己更清楚。好，我答应你，实验室、团队、设备3天之内到位。周博士，你觉得沈清霓有弱点吗？他最大的弱点，太相信自己写的代码不会出错。青霓，周子恒开始招人了，有你3个旧同盟。那就一起进来，让他们看清楚。他们背过的旧论文早被我迭代覆盖了。周博，你真打算跟沈清霓正面刚？不然呢？我回来干什么的？他在智慧城市项目里有一个核心模块是 AI 医疗，底层用的不是他自己的框架，是他父亲的遗稿逻辑。我偷看过半本，那套算法确实厉害。他父亲的手稿被顾总买了一半，另一半在他手里。那套算法我听过，沈教授当年在学界是个异类，他的思路不按主流来，
走的是算力让位给人性的路线。我一直想看看完整版。周伯，你要是能把那套算法破译出来，咱们就赢定了。老大，陈星那边发布了一个新项目预告，智新医疗底层结构 2.0。预告跟沈教授手稿里有一段第7层动态优化逻辑几乎一样。他们手里只有半本手稿，第7层只有开头一半，不可能拿到完整逻辑。那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周子恒用他对我技术风格的了解，能反向推导出第7层的走向。不愧是当年比我更拼命的那个师弟。老大，那我们怎么办？他猜得对，说明他确实厉害，但他只猜到了一半。第7层之后还有隐藏的第8层，那是我爸临终前加的最后一道锁，只有我知道。周伯，成功了，撕开了它的边缘适配接口，但还没进去。他在第7层做了动态加密，这套加密逻辑我没见过。你不是说对他的代码了如指掌吗？他换了底层的冗余借证方式，连加密术的生成算法都重构过。他这3年进步比我想象的大。但没关系，你的进步再大，第7层的基础逻辑还是从你父亲手稿里长出来的。我只要顺着那个方向往下挖，总能找到你来不及修补的缝隙。老大，备用服务器已经切过去了，但对面还在继续渗透。他好像锁定了第7层的加密术生成时间针，正在试图反向推导你的种子密钥。我知道，他拿我博士论文种子密钥的生成时间惯用思路在推。我习惯用系统运行的毫秒级时间春做扰动因素，他赌我还没改掉这个习惯。那您改了吗？3年前就改了。他现在推的那套是我故意留给他看的旧版本时间穿格式。真正的种子密钥加了一个只有我知道的非对称扰动偏移量，用的是我爸手稿里第8层的逻辑。他推不出来。老大，您太神了！他关接口了？不止，他在最后5秒签了一条反向追踪指令，顺着我的输出线路倒查进来。反向追踪？他查到我们了？他要是知道了是我们在背后搞他，这贱人不得反手去陈凯那边告状？那他岂不是知道了我们这边的 IP？ 我提前做了3层跳板，他查不到恒伟。那你刚才说话能不能别大声气？老子差点被你吓死，这几天被那贱人搞得觉都睡不好。那就好。好什么？他关接口的速度比我预想的快了47秒，这意味着他早就知道第7层有风险，提前预备了应急方案。你是说，他防着你？沈清一，你对你父亲那本遗稿竟然这么看重。第一波渗透被挡住了，他反应很快，处理得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可供2次利用的东西。所以你的正面击溃，第1回合就输了。书谈不上，我摸清了他的应急处理机制和响应速度，这些数据比1次侵入更有价值。下一次，我会直接进他的核心。怎么了？周子恒在第2轮攻击中没有直接攻击第7层，而是绕过了我的冗余校验，从边缘端口的日志储存里反向推导我的3阶时间锥差值。他怎么知道你用了3阶时间戳？因为他看过我的旧代码。师姐，你这段3阶扰动逻辑太厉害了，我能看看你的注释吗？你看吧，不过别乱改。我习惯用3阶差制做加密种子。当年那次代码泄露，我以为是系统漏洞，现在回想起来，周子恒是唯一一个看过我完整注述的人。你是说，他当年就留了一手？这是他攻击第7层的真正目的。他一直在等这一天。他既然猜中了我的3阶扰动习惯，
那我的第7层对他来说就只是时间问题。但我爸手稿第8层的隐藏逻辑，他永远猜不到，因为那不是我的习惯，是我爸的风格。下一轮，我们把第7层外层数据全部替换成旧版架构，让他的攻击成功一次。我要让他以为他赢了，然后让他跌进我父亲第8层的陷阱里。引君入瓮。他喜欢赢我，那我就让他赢一次。老大，社区诊所昨晚传回的3份诊断数据，病理特征标记和算法输出结果对不上。按照系统日志，模型不应该给出这种结果。有人动了输入层的样本标签。篡改面多大？目前只发现了3份，但底层数据持有5分钟的写入缺口，缺口期间传输的样本有23份。我还没查完，但按周子恒的风格，不会只改3份，剩下的20份，有可能还在潜伏期里没爆发。诊所那边已经有反馈了。今天早上3名复诊患者拿到的新报告，跟3天前出诊结果有出入，虽然偏差不大，但患者家属已经开始质疑系统准确性。有2家诊所打电话来问，要不要暂停试用。误差幅度控制在多少？3份报告里，1份把早期肺炎判成了普通支气管炎，1份把糖尿病的用药建议剂量多算了1点，第3份是过敏原匹配错位。他把慢性毒药埋在样本层里，等着它自然发酵，太阴了。他改的是输入端的地面真实标签，不是算法本身，所以系统自身的防御机制检测不出来。因为从逻辑层看，诊断流程没有报错，但从结果看，它会越来越不准。那我们怎么应对？第一，把所有潜伏样本的写入时间戳和原始上传路径全部锁定，等它们爆发的时候，用第8层的人证逻辑反向截断。第二，我让他在篡改成功的状态里多待一会儿，等他以为大局已定，我再出手。老大，你这是要等他庆祝完了再收网？周伯，你可真是个人才！今天又有2家诊所打退堂鼓了，说青芝系统越来越不准，连带着他们那个什么狗屁医疗模块都快成笑话了。可不是嘛，我朋友在社区医院当护士，今天还有人拿着报告来骂街呢，说青芝的系统差点害他吃错药。周博士，您这招可太厉害了，沈清你再厉害也斗不过我们。周博士把慢刀子割肉玩明白了，他现在肯定还以为是算法边界出了问题，压根不知道自己栽在输入层上。别高兴太早，他还有23份潜伏样本，全部引爆还需要5天。这5天里他会越来越焦躁，等他把所有精力都耗在查算法漏洞上，才是真正收网的时候。那接下来呢？周博，你有把握让他那破系统彻底崩盘吗？最好是让他在行业峰会上当众出丑。他不会当众出丑。沈清一从不打无准备的仗，他越安静就越危险。安静？他再安静有什么用？他连问题出在哪儿都找不着，总不能靠安静解决问题吧？周博士，你放心，这次项目咱肯定能抢回来。等沈清一的系统崩了，我看他还能拿什么跟我斗，到时候我让他跪着求我收留他妈。老大，3家试点诊所同时发来邮件，说系统最近诊断准确率明显下降，要求暂停使用，等我们整改完成再恢复。 3家一起？对，3家邮件措辞几乎一模一样。经多位患者反馈，系统诊断结果与实际病情存在偏差，为保障患者安全，暂停使用。不止3家。我刚接到电话，原来谈好的2家社区医院，早上突然说要重新评估合作，理由是听说青芝的系统出了大面积误诊。周子恒埋的潜伏样本开始发作了。 他的手法是篡改输入湍氮标签，让算法基于错误数据学习出偏差结果。系统本身没报错，因为从逻辑流看一切正常，但结果是错的。这个阴险的狗东西！他算准了我们会在系统逻辑层面查错，查不出问题就自乱阵脚。但他忘了一件事。什么事？篡改样本的人要上传数据，
必然留下写入痕迹。我已经锁定了所有潜伏样本的写入时间车和原始路径。周子恒，你等这一刻等了很久吧？承泽哥哥，这次看他还有什么招？系统出毛病，诊所关停，患者家属闹事，三管齐下，他那个破公司撑不过1星期。我就说嘛，一个女人家开什么公司，老老实实嫁人生孩子才是正路，活该。江总、温总监，我已经让几个做自媒体的朋友准备好了，等明天一脑的视频一出来，热搜水军营销号全部到位，标题我都想好了 ，AI 看病害死人，青之科技草菅人命。好，沈浩，哈哈哈，技术副总监的位置我给你留着。谢谢江总，谢谢江总。光搞诊所还不够，承泽哥哥，你想想，他那个系统不是吹嘘什么基层公益吗？要是有人因为误诊吃错药进了 ICU， 这新闻得有多大？若瑶，你可真聪明。不过别闹出人命，闹个住院就行，够他喝一壶的了。放心，我心里有数。看看啊，我爸就是用了这个破 AI 开了6种药，吃下去不到2小时就休克了，这是谋杀。3甲医院的医生亲口说的，用药方案完全错误，这是谋杀。这个青之科技打着公益旗号骗国家补贴 ，AI 医疗就是拿老百姓当小白鼠。今天是我爸，明天就是你爸妈。我的天，前几天我还看新闻说这个系统特别好呢。好什么好？我那老姐妹前2天也用了，说开了一堆不需要的药。我就说这些新技术不靠谱。沈总，据我们了解，青之科技的 AI 医疗系统已经不是第一次出问题了，有患者家属反映系统开药剂量离谱，今天又出了昏迷案例，您怎么回应？报告给我看看。不给！你想销毁证据？我跟你说，我已经把照片发到网上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老大，热搜前10了，短视频平台好几个大 V 转发了，舆论全炸了，好多人刷即停所有 A 医疗项目的评论了。沈总，要不先关门吧，再闹下去要出事儿了。医院的鉴定报告必须有急诊科主任签字，医务科盖章，一式3份。复印件会带有防伪水印。您手里那份，我隔着2米都能看见章是歪的，水印也没有。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们造假？这份报告是3院医生亲手开的，你懂什么医疗流程？3院急诊科的章是红色圆形章，章文是江州市第3人民医院急诊科。你手里那份我虽然没看清全貌，但红章左上角有个缺口，对不对？3院的章是前段时间统一换的新章，没有缺口。您那份要么是旧章，要么根本就不是3院的章。沈总，您这是在质疑受害者的举证？你是江州晚报的王记者吧？上次峰会结束，你追着我采访了20分钟，说的全是恒威集团的好话。今天这么巧，又来。我是正常采访。正常采访，你来的比我这个当事人还快。你连现场情况都没问一句，上来就问我怎么回应。王记者，你手里的稿子是不是连标题都拟好了？大家看，章文是江州市第3人民医院急诊科，这是之前的旧章。所有假报告、假公章、假稿子，大家都拍好录好了，一会儿统一交给法院。关于昨天社区诊所 AI 误诊致老人休克事件，青之科技已经封存了涉事诊所的所有数据日志和系统运行记录，并配合警方前往江州市第3人民医院调取了患者的真实病历。这份是系统原始输出报告，这份是3院急诊科出具的正式诊断记录，2份结果完全一致，用药方案没有任何错误。沈总，既然系统没错，那患者家属手里的鉴定报告怎么解释？总不能是无缘无故凭空变出来的吧？巧了，我们也查了这件事，有兴趣可以一起看看。这位患者家属手里的鉴定报告是昨天上午9点43分在城东一家打印店伪造。就算报告是假的，
那也是患者家属个人行为，跟系统有没有被篡改是两码事。沈总，敢不敢正面回答？青之系统有没有被人动过手脚？你问的正好。昨天凌晨2点17到2点22分，青之医疗系统的输入层样本标签被人为篡改，23份数据改动了诊断特征标记。那是谁干的？这个问题我也想问，谁有技术能力绕过青之的4层防御，精准找到样本标签写入端口？我们追踪到了入侵 IP 的上一级挑板，第3层挑板的归属地指向江州本地。沈总，是哪家公司？您能直接点名吗？证据已经移报警方和网信部门，在官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不会公开点名。但我想对正在看直播的人说一句，我3年前离开江 J 的时候，在各个系统里埋了16根回溯锚点，每一根锚点都在记录每一双不该出现的手。周伯，第一波渗透失败了，那23份潜伏样本也被他定位了。现在怎么办？他比我预想的快了2天，第7层之后还有隐藏第8层，我推不出来。周子航，你不是说能赢他吗？现在他发布会上一通操作，我们里外不是人。诊所闹事被拆穿，连恒威的服务器段都被他锁定。老子今天被顾总电话骂了半个小时。橙子哥哥，你先别急，周伯肯定还有办法。有个屁办法！这废物连沈清烟的代码都破不了，还正面击溃他，你连他一根毛都没摸到。你说谁是废物？我说的是事实。我破不了他的第8层，是因为那套逻辑不是他写的，是他父亲沈彦秋临终前加的最后一道锁。我一个外人，怎么推一个死人的思路？那你也不能输得这么难看啊！顾总投了那么多钱，输？我说我输了吗？正面破不了他的防，那就换一条路。周伯，这是起源科技的贺明远，不是也盯着智慧同事项目吗？我跟贺总通了电话，他对沈清怡抢走项目同样咬牙切齿。他手里有一套基于我方漏洞开发的清道夫程序，专门针对青之系统的底层框架，植入后不会立刻发作，会在系统运行到特定负责时触发致命故障，导致全面瘫痪。你是说让起源科技帮忙动手？贺总的条件很简单，项目落地后，衡州和起源共享医疗模块的商业化收益。顾总已经点头了。对，我同意了。沈清一既然要玩技术，那就让他死在他最得意的东西上。那什么时候动手？3天后，他的智慧城市项目实运行，就是他全面崩塌的时候。到时候全程交通调度、医疗联动、安防预警全部瘫痪，他沈清业就是整个江州的罪人。沈清妮，这一次你翻不了盘。准备好了。实运行开始，全程系统接入，实时数据聊贯通。老大，隔离区那个压缩包在试运行启动那一刻同步激活了，它正在扫描我们系统的时间桩扰动因素，但扫的是镜像副本。让他扫，他要72小时触发，我们就陪他演72小时。老大，72小时到了，系统没有任何异常。老大，压缩包在72小时整准时触发了，但它引爆的是镜像副本，现在我们的假系统全面瘫痪了。所有攻击日历、IP 追踪路径、压缩包原始签屏全部锁定，打包加密，备份3份。青云，对外公开的稿件我已经准备好了，标题是关于青之科技世汇城市系统遭受恶意网络攻击的严正声明。发，我会立刻向上级汇报。你这一仗打得漂亮。漂亮谈不上，但周子恒是时候让他知道，他玩的一直都是我3年前就淘汰的游戏。周伯，你太牛了！72小时一到，青之系统全面瘫痪。沈清，你只会死定了。橙泽哥哥，我等不及看他那张脸了，当着全城的人被撤职炸办，那场面一定特别好看。周伯，你这手慢性毒药太绝了，他就算查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压缩包用的是起源的服务器中转，
，IP 跳了5层。不对，什么不对？他的系统没有瘫痪，我们引爆的是镜像副本，真正的核心系统全程在线运行，毫发无伤。不可能！那个压缩包我亲自验证过3次，封装路径、激活条件、触发机制全部正确。他早在我把压缩包传进去之前，就在系统外围搭了一个隔离沙箱，我们的病毒根本没进到核心，炸了一个他准备好的空壳。你说什么？炸的是假系统？那他现在手里岂不是有我们攻击系统的全部证据？周子恒，你干的好事！他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完了，全完了，项目没了，公司也要没了，怎么会这样？他怎么知道我们的压缩带？他怎么可能提前做准备？不是提前准备。什么？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会来，他把整个系统外壳做成了一个诱饵，只等我钻进去。他留的那套假方案、假架构、假数据，全都算准了我会走哪条路。周博，你到底在说什么？我研究了他3年，我以为我吃透了他的代码风格、加密习惯、逻辑偏好，结果他从头到尾给我看的都是他想让我看到的。不愧是霓凰大神。你说什么？你他妈说什么？霓凰？他是霓凰？秦霄，你他妈早就知道是不是？你跟他3年，你不可能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说？你他妈故意看我出丑是不是？告诉你还有胆子对付沈清妮吗？江城城，你根本就不配知道。你说什么？我说你不配。顾总特意嘱咐我瞒着你。沈清一写了3年的核心代码，你连一详都看不懂。你只知道在办公室签合同，搂着温若之喝酒，拿着他的成果出去吹牛逼。顾森也知道，你们合起伙来骗我一个。对，顾总找到我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让你出现对付沈青云。等你们两败俱伤，他要你的公司的系统，我要他的技术，各取所需。够了。江承泽，我当初选你是因为你蠢，但好控制。你把他妈赶出家门，把他爸的手稿100万卖给我，在峰会上当着全行业的面公开和他取消婚约。就算你知道他是霓凰了，又能怎么样？你觉得你现在回去找他，他会怎么对你？不会的，他很爱我，我只要认个错，他认错？你觉得她是那种被男人哄2句就心软的女人吗？你认识她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见她吃过亏？江承泽，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现在走出去，站到沈清溪面前，跪下来求她原谅，告诉她你什么都不知道，是我逼你的。你看她会不会信你一个字？第二，留在这里，按我说的做。他再厉害，也只是个技术员。江州的资源、人脉、审批权还在我手里。项目落地需要地方配合，我可以让他寸步难行。青迷，系统一切正常，周子恒那边暂时没动静。你今天在发布会上那番话，够江城网喝一壶的了。他不会善罢甘休的。顾松是什么人，我很清楚，他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收手。所以呢，你有准备吗？我什么时候打无准备的仗？那下一步怎么走？他会在落地环节动手脚。我已经让人盯住了所有第三方服务商的资质，他只要伸手，我就砍。周博士，你现在告诉我，沈清妮，也就是霓凰，她的技术壁垒到底能不能破？正面破不了。他的第8层逻辑是他父亲沈烟秋的手稿加密，我没有钥匙。但项目落地需要第三方运维，我查过青芝的服务商名单，有一家小公司的资质存在缺口，只要卡住那家公司的运维权限，系统就会在半个月时因数据淤积自动降速，他找不出故障点。那就做。江承泽，你亲自动手。
顾总，你让我去卡他服务商的运维权限，我在他那里早就没有信用了，他不会让我碰任何东西。你当然碰不到他的系统，但你可以让那个服务商主动放弃合作。什么意思？这家服务商的老板邵重年3年前欠了恒维一笔人情债，只要他在项目上线的第45天，以技术故障为由暂停运维支持48小时，恒维就可以在江州给他铺3条新业务线。那我要怎么做？你去见他，当面商量这件事。你是我的人，你开口，他就知道是我的意思。如果他不答应呢？他不敢不答应，除非他不想在圈子里混下去。承泽哥哥，你别去，我爸已经被他弄进去了。你要是再……那你告诉我还能怎么办？他现在手里握着所有证据，我只要走出去，他就让我去坐牢。你是想看我蹲监狱吗？江承泽，我不是在跟你商量。邵重年，恒维3年前养的那条狗。顾总要动手了，恒维的人联系他了。老大，你怎么知道的？周子恒的实验室网络在昨天深夜有一条劝往启航服务器的不完整加密隧道，触发了我放在恒维外围的嗅探探视。虽然只抓到了3秒，但足够我锁定目标了。邵重年要是卡住运维权限，系统会在半个月后因数据淤积降速，到时候表面上看不出故障点，所有人只会以为是青之的技术不行。所以，在他动手之前，我先动。老大，你有准备？3年前，恒维帮邵重年伪造过一批资质，用来拿下某公立医院的设备采购合同。那批资质现在还在他公司的服务器里存着备份。你真是什么都挖。我跟陈凯报备过了，青之新签的服务商名单里没有邵重年。绝了！他连卡我们的资格都没有。江承泽明天会去找邵重年，等他以为一切都安排好了，再让他知道，他连伸手的对象都是我替他选好的假靶子。你爸以前写不动字的时候，就喜欢坐在窗边数对面楼的灯。他说，灯灭得越晚，就说明做技术的人越认真。妈，爸那些手稿，我会全部拿回来。不是手稿的事。我是怕你太拼，不拼不行。他们连你睡阳台都不觉得愧疚，我没法退。妈，等我忙完这阵儿，我带你去个暖和的地方住一阵。好。妈，我出去接个电话。这么晚了，谁打来的？工作上的事，5分钟就回来。周子恒今晚动了，他联系了启源科技的贺明远，两人在滨江路一家茶馆坐了47分钟。贺明远走的时候手里拿了个 U 盘。U 盘？他给贺明远的是什么？我猜是你把手稿的第7层推到残本。周子恒用他对你代码风格的了解，反向推了一部分，但只有2/3，后面的推不下去。他推不下去就转手卖给别人。他知不知道我爸手稿一旦流出，被有心人篡改之后用在商业系统上，出了人命谁负责？他知道，但他不在乎。贺明远如果拿到那2/3的算法，加上起源自己的底层结构，3个月内就能拼出一套类似青之的医疗系统。周子恒在德国那3年，学的就是最快变现那套。贺明远这个人，在江州科技圈有个外号叫秃鹫，专吃别人啃到一半的骨头，速度极快，谁都没他快。周子恒给他那3分之道手稿，他就
晚就能组织团队连夜逆向拆解。拆解需要时间，他最快也要3天才能把缺失的第3层推导补上。但那层缺失的节点，是我父亲手稿里唯一锚定在公益信号上的锁。你是说那2/3的算法单独拿出来跑，会在第7层产生一个致命的逻辑黑洞。处理医疗数据时，每1万条会漏掉一条极其隐蔽的重症标记，单条看不出问题，3个月后累积的漏诊能压垮10几家基层医院。所以周子恒卖给贺明远的本质是一颗定时炸弹。他推的没错，但他只推了结构，没推我爸埋在结构里的人文约束。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公开警告？不急，让贺明远先拆3天，等他拆到第7层开始报警，再告诉他这是颗炸弹。到那时候，他会亲自把 U 盘送回来，求我教他怎么解读。荣亲王府的伙食果然好，你这几日胖了些。少胡说，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胖了？我是你姐姐，自然要关心了。厨房新做的桂花糕，尝尝。比小桃做的差点功夫，但也不错。那下次让厨房少放半勺糖。荣亲王这是在记仇，因为我方才说你家点心不如我府上的。本王只是实事求是，既然林大小姐说差了火候，那便改进。确实比小桃的差点。那王妃今晚亲自下厨，让本王见识见识，什么叫好吃的桂花糕。你这是在报复我？本王只是实事气事啊。贺总，第7层结构拆出来了，这个算法架构太漂亮了，冗余见证的压缩比几乎达到理论极限。漂亮是漂亮，能跑吗？能跑，但是有件事儿，第3层到第7层之间有一组信令没有对应的算力节点锚定，像是凭空插进去的装饰性代码。你说什么？第7层中间有未锚定的信令？是的，周伯，这3行信令没有接入任何数据接口，看起来像是人为嵌入的注释。但注释不会携带时间称，这组信号带了生成时间。这不是注释，这是锚点锁。沈烟秋在第7层签了一个外部验证节点，专门用来校验算法输出是否符合预设的道德约束。说人话。这套算法如果缺少外部验证节点，会在处理医疗数据时产生系统性漏诊，漏诊率初始只有1/1000，3个月后会累积到3/1000，足够压垮任何一家合作医院的信誉。所以你给我的是一个3个月就会炸的壳。我不知道，那部分手稿里确实没有第8层，他临终前单独加锁的段落，我从来没有见过原文。周博士，你跟我说的可是核心算法完整度90%以上，落地只需补全参数。那3行信料我可以尝试反向破解。不用了，明天一早，你带着你的 U 盘去见沈清一。什么？我贺明远是做技术起家的，我知道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公益医疗算法缺了公益锚点，那就是杀人的刀。我不背这个锅。谁的消息？贺明远，他让助理联系下周，说想约我明天见面，具体事项没说。周子恒那2/3的手稿果然拆不动，不然不会联系你。他拆到第3行信料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发现不对劲了。所以贺明远现在是来退赃的，还是来谈条件的？贺明远这个人我不熟，但我查过他做事的风格，精明但不贪。他赚的是技术转化的钱，不是坑蒙拐骗的钱。他比顾松干净。所以他会把 U 盘原封不动还回来，但他一定会提一个条件。提就提，只要不碰我爸手稿的工艺笔算，
别的可以谈。你倒是不怕他狮子大开口？他要是真的狮子大开口，就不会主动约我见面了。谈妥了？妥了，U盘拿回来了，还多了一个长期合作对象。贺明远提了什么条件？优先合作权，不碰公益底线的情况下，后续商业化子模块优先找他谈。不算过分。顾松那边呢？周子恒昨晚带着 U 盘去找贺明远，顾松知道这件事吗？应该不知道。贺明远做事很干净，周子恒昨晚进他实验室的时候是单独走。顾松那边应该还没收到消息，但之后估计就瞒不住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件事摆到台面上？等江承泽先动。青妮，我在这等了你一早上。让开！我求你5分钟，就5分钟，我可以帮你拿回剩下的手稿。顾松手里那半本，我知道他放在哪儿。然后呢？你帮我拿回手稿，我既往不咎。不，我不是那个意思。顾松想要在项目上落地时找人卡你，但是发现那人根本没上名单。你给我一个干净撤出江州的机会，我把保险柜的位置和开锁办法完整给你。江承泽，你到现在还是觉得你跟我之间是一笔交易？江承泽，我不会原谅你。手稿我自己会拿回来。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经过3个月的试运行和全面优化，江州智慧城市项目今日正式进入全面落地阶段。沈总，恭喜项目落地。但据我们了解，青之科技的系统底层大量采用了您父亲沈彦秋教授的遗稿算法，而沈教授生前并未完成全部算法验证。您拿一套未演验证的算法做国家级项目，不觉得是在拿市民的安全冒险吗？第一，我父亲的手稿经过了我团队3年多的全面验证和迭代华央，所有核心算法都有独立的第三方测试报告。第二，这位记者先生，您提到未经验证的算法这个说法，是听谁说的？既然有人质疑算法的可靠性，那我不介意现场公开一段数据。各位，这张图是晨星科技上周向科创委提交的所谓自主研发医疗系统核心代码，与我父亲沈彦秋3年前的手稿逐行对比结果。红色标出的每一行都是直接从手稿中复制的。沈清明，你血口喷人！代码是我们技术部通宵写出来的，你凭什么说是你爸的？通宵写出来的。那好，江总，你告诉我，这段代码第3层有一行注释，写的是沈彦秋工艺锚点雾山。你们技术部通宵写代码的时候，为什么会写着我爸的名字？这是晨星技术团队在演示前夜紧急修补漏洞的服务器日记，请注意时间戳。沈庆南，项目落地合同签的是晨星，专利是你授权的，你上法庭也赢不了。多谢温小姐提醒我专利的事儿。3年前我签的每一份授权书都有明确的委托条款，署名权归晨星科技所有，期限3年，到期自动收回。今年6月15日，授权已全部到期，也就是说，从今天起，晨星科技使用这17项专利的每一行代码都构成侵权。你疯了？你以为拿几张破纸就能毁掉晨星？此外，关于我父亲沈彦春教授的手稿原件，3个月前，晨星科技以100万人民币将手稿出售给恒威集团。该手稿属于沈家私人遗产，未经法定继承人授权，任何买卖均属无效。这是江州市公证处出具的遗产归属公证书，沈彦球教授的全部学术遗稿、手稿、笔记，合法继承人为其配偶柳桂枝及其女沈清女，除本人外，任何地方无权处置。顾总，您当年花100万买我父亲的手稿时，有没有要求江承泽出示过任何一份可以证明手稿来源合法的文件？沈总，恒维集团收购任何资产都有完整的尽职调查流程，手稿来源合法性的相关材料是晨星科技提供给我的。哦，也就是说，顾总您收购手稿时依赖的是江承泽提供的合法性证明。商业收购向来如此，乙方提供资产证明，甲方审核后签字确认。如果江承泽提供的材料存在瑕疵，恒维同样是受害者。我稍后会代表恒维向江承泽追究损失。顾总，您江承泽，
如果你向我提供了虚假的资产来源书，恒维会保留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利。顾总，既然咱们都是受害者，那恒维是不是能主动归还手稿原件，配合调查？我会在48小时内将手稿全部交到公证处。各位，还有最后一件事，关于世界城市项目实运行期间，青之系统遭受的恶意攻击。攻击代码包装于试运行第3日触发，目标是让青之系统全面瘫痪。攻击路径共经过5层跳板，最后一层的密钥签名指向恒维集团周子恒实验室内部服务器。那个压缩包是我写的。沈清玉，我研究了你3年，想找出一条能赢你的路，到最后发现你留给我的一切漏洞，都是你故意留的。所以你选择了攻击我的系统。我选了一条自己都觉得蠢的路，输了就是输了，我不辩解，这件事我认，法庭见。今天这场发布会是青之科技项目落地的庆功会，也是我沈清霓对这3年所有恩怨的最终清算。17项核心专利署名权自今日起全部收回，晨星科技需在30日内停止一切相关技术使用，否则青之将提起侵权诉讼。恶意攻击青之系统的相关人员，证据已全部移报警方和网信部门，刑事追责程序即刻启动。晨星科技的实际控制人江承泽涉嫌职务侵占、商业欺诈、非法处置他人财产3项罪名，相关材料已移交检方，由司法程序依法处理。沈清渊，你凭什么收回专利？公司是我的，项目是我的，这一切都是我的。我给你的才是你的，我没给你，连一行代码都看不懂。我是你未婚夫，你不能这么对我。未婚夫？你忘了3年前我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等我回来就结婚，说要把我爸的手稿落地，说要照顾我妈一辈子，你怎么做的呢？我只是一时糊涂，是温若瑶和顾松逼我的，我没有真的想害你。背叛这件事从来就不能抹平的，你把我爸的心血当筹码，把我妈当累赘，把我的3年当空气，现在你跟我说你错了，太晚了。忘恩负义的人，我会一个个的清算。冷不冷？不冷，江州的秋天比以前舒服了。接下来打算做什么？项目落地了，手稿拿回来了，人也送进去了，好像你清单上的事儿都打完了勾。我想把我爸这套算法真正做成一个开源的公益平台，不收费，基层诊所和偏远地区的医院都能直接用。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技术上的事我负责，运营和维护需要人。那我呢？你准备给我安排什么岗位？你不是说你会写代码吗？帮我写注目，你写的备注比我写的全。好，那我负责写注目，你负责改我的代码。陆之行，这3年我在海外，想过很多次回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想过手稿会丢，公司会被人抢走，想过我妈会受委屈，唯独没想过回来之后会有你站在旁边。那现在想过了吗？想过了，我觉得不赖。我也觉得挺不赖的。明天开始把公益平台搭起来。好，我帮你写第1行注释。沈总，海外的第3个研发中心今天上午正式挂牌了。目前全球智慧医疗项目覆盖国家已突破50个，基层诊所接入量超过12000家，全部沿用您父亲那套开源框架，公益授权协议零修改。欠发达地区的接入率呢？东南亚和非洲的接入点占比已经提升到37%，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当地反馈很好，说这套系统让偏远村落的初级诊疗准确率提高了近40%。帮我把最新一期的基层反馈报告整理出来，我下周出差要带过去。
已经准备好了，陆总，我这就发到您邮箱。想什么呢？在想我爸要是能看到今天，估计又要念叨别光顾着做系统，多写写注释了。那我今天回去多写2行注释，替你补上。